大家好，这里是 Daisy 黄兰。如果利率涨到20%，房价会怎么样？这是本期的主题。截至2022年6月，受到加拿大央行大幅加息的影响，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房价虽然同比依然上升了5%，但跟上月相比，均价已经回落到了20年基线。目前呢，大家最关心的是加息和加息预期会对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价做出怎样的影响？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背景和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并不能够预测未来，但以史为鉴的话，可以学到一些经验和一些参考。与当前通胀环境最相似的，要追溯到40年前，即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以下图为例，当时高达2位数的通胀迫使美联储推高了基础利率到不可思议的20%，而我们回看当时的房价走势，却惊讶地发现，贯穿整个高利率的时代，房价还是缓慢而稳定的上升。对于任何事物判断，都必须基于其本质的认识。Daisy 黄兰认为，导致这波通胀的原因不是需求过旺，而是供应短缺。供应短缺究其原因，根本是几个长期因素和近年来几个短期因素叠加而成。主要的导火线是俄乌战争导致了全球粮食供应和原油供应的短缺，逆全球化声浪下，全球供应链重新布局和塑造导致的短痛。几十年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它经历的几波疫情，导致了全球供应链上出现了断链、不稳定和成本升高等等情况。当然，也有更长时间以来积累的长期因素，包括可持续战略对近期能源业和农业的成本造成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出生率太低，导致劳动力供应跟不上，也推动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各国央行以加息应对当前的通胀，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以说是央行为了显示它正在做点什么。但是知道加息永远是把双刃剑，在压制通胀的时候，如果保持长期的高利率，也极有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这就是我们看到历史上，一旦通胀得到有效的控制，央行就忙不迭降息的原因。我们从美加两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可以看出，在加息和通胀的压力下，两国消费者的信心在下降。可以说，加息的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一旦通胀受控，央行势必会降息。需要指出的是，通胀算的是同比，即跟12个月前的数字比。可想而知，明年在加息压制下的物价比较今年基本涨到位的物价，通胀率肯定会下降。所以加拿大央行到时为保障经济会如何操作就不言自明了。与此同时，加拿大今年6月份8%的通胀率，使得人们不得不考虑如何保值，而持有优质资产，包括房地产，是抵御货币贬值的好途径。事实上，通胀和抵押贷款利率成本上升已经实时地传导到了房租，使得大多地区的房租在近几个月迅速攀升，6月份同比上涨了20%。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来看，房租的涨幅和利率的变化有高度的相关性。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利率20%的时候，房租涨幅也即刻超过了20%。所以在房价进入稳定期的时候，多伦多的房价和租金比将会随着租金的窜升而回落，更趋于健康。接下来再聊一下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资产配置。全球范围内 COVID 的疫情对股市的影响源于2020年3月。如果我们把当时作为一个资产配置的平衡点，那么2年多以后的后疫情的当下，我们可以从下图发现，无论股市还是房市，在经历了疫情中不同的涨幅以后，无论是代表传统产业的道琼斯指数，还是高科技的纳斯达克指数，还是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价指数，它们的涨幅都已经调整并趋于相近。
可以说，全世界的资产配置已经走出了 COVID 带来的噪音，回到了正轨。不同的是，在当下高通胀、利率深的条件下，市场开始避险，离开讲故事的资本，而更偏爱真实可见的资产。所以我们说，房地产的英文叫做 real estate。大多伦多房地产作为实实在在的资产，从疫情前到疫情后的涨幅是42%，低于纳斯达克的45%，高于传统产业道琼斯指数的35%。最后总结，通胀、租金、利率从不同方向施力于房价，就像物理中不同方向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的合力的方向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 Daisy 黄兰想说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永远都是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多伦多已经连续10几年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全球10大宜居城市。有钱的话，谁不想在一个全球最宜居的城市置业呢？加上加拿大友善的移民政策，这就是真正的基本面。多伦多房地产长期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一个健康而平衡的市场。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聪明的参与者需要具备良好的现实感、战略认知和专业的决策及执行能力。高通胀环境下，无论从新房建设成本还是纯保值的角度，房价大跌基本没有空间。利率提升的确导致购买力下降，但同时房产也有效地抵御了货币贬值。房产的冷静期是以最优的价格列到最好的房子的最佳时机，但需要洞察力、专业和果断。虽然利率上升了，但当前借钱的利率还是低于8%的通胀率。在历史上高通胀时代，房价并未大跌，而是依然平缓上升。正念思维是人类得以从原始社会生存和发展至今根本的动力。从历史长河来看，所有的悲观都最终被长期的阳线所吞。房产市场的冷静期是最适合淘宝的。下一期 Daisy 黄兰会分享一批当下环境下大多伦多市场快照，希望能帮到您。我们下期见。